明明是一个成年人，但吃饭要用宝宝碗，喝水要把水装在奶瓶喝，没事儿还喜欢叼着个奶嘴扮可爱。打针得要用紫色针头，专门给儿童用的宝宝针，因为自己的血管实在太细了。坐车出门要坐在副驾驶，安装一个玩具方向盘，假装和男朋友一起开车。逛超市最喜欢坐在购物车中装幼童，丝毫不考虑自己穿着鞋，鞋底可能曾经踩过厕所的地板，但仍然可以自信地踩在别人装食物的地方。以上就是典型喜欢诱化自己的娇妻行为，而最近这股风潮又以新的方式走红，每个小娇妻都多了一个出差没时间做饭，所以给自己报个学生小饭桌的男友。昨天被30多万人看了我老婆把我送到小饭桌的事儿。你就这在我老公站的，你老公站的，他先给你撤了啊？对。学生刚好放学了，我出来了。老公又去上班啦，没人给我做饭啦，给我报了一个托管，我又过来吃饭来啦。不用我写作业，不用我背书，只要把饭吃饱就可以。今天的菜系也都是我喜欢吃的啊，这个南瓜一看就好吃。今天的水果有这是啥？娇妻小饭桌现象说的就是女友晒出男友给自己报名小饭桌，宣称只需要吃饭，不需要写作业，表现出自己像小朋友一样被百般宠溺。大家好，欢迎来到语文老师的频道。女性被放置在被照顾的位置上，男性被放置在照顾女性的位置上，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两性关系的写照。男性求偶压力大，成本高，就像近期中文互联网流行的3大社会结构性理论：性压抑论、立功论和安卓论。性压抑理论说，中国男性的一切心理问题都源自性压抑。底层男性因为需要用钱求偶而进入到立功梭哈阶段，靠体力劳动来获得存款，一味的挣钱存钱，只为了娶妻生子支付彩礼，生了一群孩子在玩命工作养家，不可避免地滑落到安卓身份上。性压抑是起源，梭哈是过程，安卓是最终结果。言归正传，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容易产生巨婴式恋爱呢？为什么中国女性喜欢被当成小孩一样照顾，把自己放在柔弱不能自理的位置上呢？本期影片我们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梳理娇妻幼态化现象的根源，并且探讨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反感娇妻文化呢？在传统文化中，女性常被期待贤妻良母、温柔顺从，儒家思想强调3从4德，把女性顺从男性作为美德之一。此类陈旧观念在现代虽有变化，但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女性要显得弱小可爱，需要被照顾。在文化研究中，这种现象叫成年女性同质化，描述社会文化通过特定的语言、服装、举止来使成年女性看起来很幼稚。这种脆弱、听话、孩子气，甚至被等同于女性特质。它和我们之前聊过的父权制息息相关。本期影片我们就不再赘述这一部分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一下。陈旧的文化余毒又遇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独生子女们更加追求被宠爱、保护和关注。一孩家庭的小皇帝、小公主们得到了父母的全部投资，也被家庭寄予厚望。独生女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地位的确更高了，父母们形成了儿子女儿都一样的思想，但他们更容易被过度溺爱，滋生出我是全家重点保护对象的心理模式。被家庭照顾惯了的女儿们，又是在什么样的流行文化中长大呢？他们读书时看的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电视剧，读的是 A 市高富帅独宠我一人的娇妻文学。这些影视和文学作品中，男强女弱，娇妻卖萌示弱，丈夫就满足她任何需求，凌驾于万人之上的霸道总裁却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当舔狗。这样的流行文化不断向年轻女性传递一个信息，要把自己塑造成柔弱、需要被呵护的小女孩，才能收获爱情。举个例子，近2年流行过一个把人类幼崽或宠物放在镜头前，
让网友帮忙照顾一下的短影音模式。到家了吗？帮我看一下孩子，我去洗澡啦。大家帮我看一下猫，我去铲猫砂了。这种模式遇到了娇妻，变成了男朋友用把尿的姿势把女生抱到床上，让网友帮忙看一下女朋友，简直不堪入目。兄弟们，帮我看一下我的老婆，我去就来。兄弟们，帮我看一下我的老婆，我去就来。娇妻小饭桌、宝宝碗、购物车，帮我看一下女朋友，其实都是在承接这种文化叙事：女性示弱获得宠爱，男性彰显强大和保护欲。从心理层面分析，武志红在《巨婴国》中将中国式两性关系总结为：把女性当婴儿一样照顾，无微不至；当女神一样崇拜，绝不说一个不字。这两句总结其实也是网络上热议的中国女人该找什么样男人的经典答案。要照顾，要崇拜，这种渴望不就是婴儿的原始渴望吗？婴儿早期就是全能自恋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世界和自己浑然一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成年人如果在恋爱中仍然延续这种模式，就会把伴侣当成万能爸爸或万能妈妈来照顾自己，忽略对方的独立性。未长大的巨婴们追求的两性关系是自己被无微不至的照顾，伴侣扮演充满保护欲的强壮爹。这意味着关系中只有他作为巨婴而存在，对方并不存在。他们只关注自己的意志、需求、情绪，而对方的意志、需要、情绪和想法不存在。被照顾的渴望本质是婴儿时期的原始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表现。举个例子，在恋爱关系中，自己生病需要被照顾时，伴侣端茶送水、喂药捶腿是理所应当。当伴侣生病需要照顾时，自己却觉得他真麻烦呀，事儿真多，耽误自己出去玩。巨婴们希望在关系中只能是自己被照顾，当伴侣不能照顾自己时，就会失望或暴怒。全能自恋的心态可以被分为意志自恋和完美自恋。意志自恋是说，我的意愿必须被无条件执行，不能被阻拦，伴侣如果违背，我就会愤怒。意志自恋对关系有很直接的杀伤力，因为对方要遵从我的意志，帮我实现愿望，如果没达成，我就会暴怒。所以意志自恋都是控制狂。完美自恋是说觉得自己是完美的，譬如明确觉得自己外貌是完美的，隐约觉得自己道德和能力是完美的。我是完美的，那么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当然都是你导致的。一旦全能自恋受损，将引出暴烈情绪，甚至是现实的强攻击性。这种情绪经常可以达到恨不得对方去死的地步。全能自恋者自己也害怕这种情绪，所以有时转而压制它，变成对自己的强烈攻击。因为全能自恋的逻辑是，要么你和我想象的一样，这时你和我是一体的，你是我的人，你是好的；要么你违背我的意愿，和我分裂成两个世界，变成了非我，这时你是我的敌人，是在拒绝我、攻击我，是坏的。这种心理驱使下，巨婴第一时间意识不到对方是另外的一个个体，是一个人。就像婴儿一样，世界不是分为你和我，而是我和非我。中国有一句古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也表现了整个民族的巨婴心理，把汉族以外的民族称为蛮族、彝族，认为他们非人。那么要怎么样才能摆脱巨婴的全能自恋呢？婴儿成长的关键是用心感受到世界，不再以自己的意愿为轴心，而是世界到处都是和自己一样存在的人。实现这一点，需要有人能承接住他的意愿，懂他的心思，从理解和接纳中搭建了一座桥，桥的那边是一个善意的人。此时世界就不再是我和非我，而是我和你。婴儿的心是敞开的、直接的，建立连接是容易的，但成年巨婴的心已经是充满防御的、复杂的，他们会极大的索求，心像一个无底洞，造成了关系强烈的剥削性。所以对巨婴来说，觉知是非常重要的。巨婴往往有完美主义倾向，要求伴侣付出近乎100%才能满意，这就会导致恶性循环。无论对方怎么付出，他们仍然觉得不够，甚至会苛责做得不好。这种挑剔否定了对方的付出，对方自然心生怨气，但巨婴还在不断的索取，对方在压力和惯性下继续付出，付出的越来越不情愿。任何不情愿如果被巨婴察觉，又会恼怒，把对方的付出视为零价值。巨婴当然知道对方的愤怒，所以每一次强求对方让自己满足后，
他们会感到不安、内疚，甚至恐惧，觉得对方可能会伤害自己。如果特别亲密的人产生愤怒，还可能造成巨婴的自我伤害。这种矛盾的心理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比如一个女生吵着让男朋友答应某件事，男友一开始不情愿，最后终于同意了。表面上女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但她却因为隐约觉察到对方的不悦而产生不安。所以说，巨婴得到满足的同时，也承受着内疚和恐惧的煎熬。将女友当婴儿照顾，当女神崇拜，此类关系充满了巨婴式索取的痛苦，起初看似甜蜜，长期是伤害双方，损耗了恋情的长久健康。只有发现自己是巨婴，不谴责自己，慢慢认识自己，才能真正开始与外界建立连接，从而成长起来。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巨婴，至少要思考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选择巨婴呢？心理学有个现象叫互补性吸引，选择巨婴伴侣的人，往往内心也有未被满足的依赖和需求。换句话说，就是你也有巨婴的一面，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认识到这一点，如何健康的应对呢？一方面，当对方提出合理需求时，适当满足，给予高质量的回应，展示深深的理解和接纳，缓解他们的不安全感。同时，必须守住自己的界限，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不选择纵容和消耗自己，不要沦为对方的奴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彼此的独立与成熟。最后，我们再来聊聊娇妻为什么让人反感。有些网友会觉得，我想当娇妻就当娇妻，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这是没男人宠爱的嫉妒。如果你想当娇妻，我想当独立女性，她想当女王，都被社会接纳，娇妻只是众多两性关系中的一种而已，或许不会那么让大家反感，哪怕她有上述提到的诸多社会心理问题。但是今天社交媒体和网络文学不断在塑造女性角色期待上推波助澜，一些有影响力的短视频博主和作家开始制造并迎合娇妻概念，不断渲染男人宠妻的场景。娇妻火当然是因为它满足了一部分群体的爽点，现实中的恋爱没有人这么宠自己，所以看爽文幻想霸道总裁爱上自己。一些娇妻文学的不断升级换代，让读者越来越难以满足，口味更加极端。观看霸道总裁们每天从上百平米的大床上醒来，过着挥金如土的日常生活，都觉得索然无味了。必须要看总裁变着法的宠爱小娇妻，它不再是简单的幻想，而是游离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用极端的方式放大了这种异性交往规则。譬如典型的娇妻故事，和老公吵架把手机砸了，老公非但没有怪我，还转身立刻去店里给我买了17 Pro。 老公总是因为我不好好吃饭而生气，会给我买各种小礼物制造惊喜，时时刻刻对我保持高昂的性欲。这种叙事的确满足了很多女性的幻想，但是霸总加娇妻的模式让女性始终挣扎在传统婚恋观中，把对异性的吸引力作为自我认同的唯一标准，好像只有加大两性不平等才能巩固亲密关系。而男性在这种叙事的设定下，也要被迫做霸道总裁，承担经济和情感责任，养育一个成年巨婴。长此以往，接触大众文化的新一代年轻女性自然更容易受到影响，主动表现的幼稚来融入社会关系，比如用叠字撒娇，用宝宝餐具吃饭，甚至不能剥虾，学不会做饭，身边的人必须要扮演保护者来宠爱自己。广告和媒体也在鼓吹无肌肉、无体毛的理想女性身体标准，为了避免遭到排斥，有些女性就会无意识地服从去体毛、苗条纤细、没有攻击力的要求，也会无意识演绎小鸟依人的角色。就像娇妻、小饭桌等现象，就是新型洗脑。现实中有多少男友真的愿意去给女朋友报名小饭桌呢？但看了影片的青少年会不会因此产生了女性要主动表现幼稚这样的观念呢？你在轻松消遣的内容，不知不觉就构造了你的情感方式、价值观，形成了你的向往、你的恐惧、你的需求。你和你伴侣之间亲密关系的改变，可能就因为一条娇妻小饭桌的影片。有人追捧娇妻，当然有一部分网友批判这种找男友变成找爹的行为，认为这是童年缺乏父爱，才会把对父爱的渴望投射在男友身上。举个例子，一到儿童节就要收到男朋友的礼物，炫耀男友送了自己 AD 钙奶，把自己宠成小朋友。我们说的娇妻文化并不是一棒子打死所有的两性分享，美好的恋爱还是很受欢迎的。娇妻文化之所以被人们讨厌和排斥，是因为它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秀恩爱。它的模式往往是老公或男友有多么厉害，赚很多钱，自律，学历高，而自己多么差劲，连瓶盖都拧不开。如此差劲的自己却找到了如此高质量的老公，通过矮化自己
反向突出自己的异性吸引力有多么高。这种跑偏的女性形象建构是十分病态的。娇妻们想要展示的完美伴侣，就是一个只臣服自己，但可以随时放出去咬人的恶犬。他们看男性都是追求者，看其他女性都是竞争者。3句话离不开我老公怎样怎样，我男友怎样怎样。本来娇妻是一个中性词，在这样不断让人生厌的行为中，硬生生变成了贬义词。总结一下，一些女性甘心被幼态化，是文化、家庭和心理等多个因素交织的结果。一方面是性别分工和独生子女的养育方式让女性习惯了被呵护，另一方面是流行文化和个人心理需求的推动，强化了巨婴心态，让巨婴们不断索取他人关爱。而娇妻文化令人反感，是因为女性自我去能，伪装弱者依附他人，并以此作为炫耀资本。我们看到的是对独立人格的抹杀。希望每个人都能觉知和自我成长，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平等和健康的相处模式。好了，今天的巨婴式爱情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留言告诉我们吧。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下期见，拜拜。